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上将为何被称为乌克兰战神？当然是因为他的战绩太强悍了，比如巨大劣势挡住了俄军数个集团军，声东击西豪取哈尔科夫等等。这些事例呢，无一不彰显着他的指挥能力。而有趣的是，作为俄乌战争中俄军最大的死对头，瑟尔斯基上将呢，此前竟然是一名俄罗斯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传奇经历。轻视任何俄罗斯的人都会走向失败，这是2022年12月初，乌克兰陆军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说出的一句话。此时，俄军正在正面战场上接连失利，乌军则是取得了数次大捷，士气高涨，西方援助的力度也在逐渐加大。但是在这个看似乌克兰已经开始转败为胜的时间点上，瑟尔斯基却做出了最为冷静的判断。采访中他还讲到，战争总会出现一种出人意料的情况，当一切进展顺利时，你会突然被暴风雨击打。查阅历史，大家应该就会发现，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俄罗斯，往往在局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他们就会犯错，而局势越不利越艰难，却越能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每次你觉得他要完蛋时，他却突然雄起了。不过，身为乌克兰将领，为何瑟尔斯基如此了解俄军的风格呢？答案很简单，他就曾经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前苏联军人，而如今的他则是一名俄罗斯族的乌克兰将领。1965年7月26号，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出生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名叫诺温基的小镇，当时属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民族为俄罗斯族。1982年，瑟尔斯基考入了莫斯科高等军事指挥学校，基本相当于苏联时期的西点军校了。4年毕业后，开始了军旅生涯，从排长开始做起，再到连长、营长，按照苏军的规定，按部就班的晋升。说到这里，大家不仅想到了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建筑师出身的他，一进入预备役就成为了中尉。要知道，那个时候从新兵到中尉中间可是有着10个级别呢。一个建筑师能在20几岁就拥有中尉军衔，不说别人，大兵反正是很难理解。后来有人猜测可能是他曾经参与过情报类工作，但这样的说法至今未得到绍伊古的承认，也不存在任何切实的证据。后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将绍伊古提拔为少将，从中尉到少将中间隔着5个军官称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都是要一级一级升迁的，而绍伊古却直接升到了少将。好家伙，原来俄罗斯将领都是这样来的呀！与绍伊古相比，瑟尔斯基真的是稳扎稳打。1990年，25岁的瑟尔斯基被调入到基辅军区服役，第一次来到乌克兰。随着1991年底苏联解体，当时大部分的苏联军民一时间都很蒙圈，还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后该怎么过。直到1992年6月，根据俄乌两国达成的协议，瑟尔斯基和战友们才被告知，现在的政策是，无论俄罗斯军人还是乌克兰军人，只要身在乌克兰，就能留下来成为乌克兰公民，并在乌军中服役，也可以返回俄罗斯，加入新成立的俄联邦军队服役。不知道是为了理想还是什么，当时的瑟尔斯基呢，毅然选择了成为乌克兰公民，继续在乌军中服役。与此同时，与其同一时期但选择相反，最终在2022年3月阵亡于马里乌波尔的俄军黑海舰队总司令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帕利，虽然在基辅出生长大，作为一名乌克兰人，后续毕业于基辅海军政治学院的他，却选择了加入俄军，成了一名政治军官。或许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乌克兰，结局就不会如此了。之后的20年里，瑟尔斯基在军队中稳步晋升，先后担任了乌军第72旅旅长、第8军参谋长以及乌克兰联合指挥中心第1副指挥。期间呢，瑟尔斯基发现了乌军指挥体系的缺陷，基层军官非常缺乏主观能动性，战时一切都需要等待总部的命令，跟信息化战争的需要严重脱节，有时会影响战机。于是他效仿北约，抛弃了苏军的大兵团模式，将权力下放到基层，再依靠信息化作战数据链整合到高层指挥中心。此外呢，与将多兵少、军衔虚高的俄军相比，后续果断改用了美式军衔，削减了军官编制，取消了大将军衔，建立了5级士官制度。
这是考虑到在战时当中尉或者上尉阵亡时，后续军士也能接过指挥权，继续指挥乌军作战。因此，相较于俄罗斯军校里出来的中尉和上尉，乌军士官更像是真正的老兵，对战场稳定军心有着极大的正面作用。也就是说，大家此前看到的俄军前线总指挥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是大将军衔，乌军前线总指挥瓦列里·扎卢日内却只是中将。但是两者的指挥权限是对等的。简单来说，现今你看到的乌军军官军衔自动升一级，看见俄军军官军衔自动降一级，他们的官位就基本一样了。时间来到2013年，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联合指挥中心第一副指挥。2014年顿巴斯战争爆发期间，瑟尔斯基担任反恐行动的参谋长。也就是在这场战争中，基于瑟尔斯基的出色表现，慢慢建立了自己的名声，并在2015年的杰巴利采沃突围战中表现出色。2016年，瑟尔斯基领导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作战总部，协调顿巴斯各乌克兰安全部队的行动。2017年，瑟尔斯基升任 ATO 部队总指挥，开始主持与俄军的战斗。也是在此期间，他发现并且提拔了一名重要下属瓦列里·扎卢日内，日后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2019年，瑟尔斯基担任乌克兰联合作战部司令，不久后转任乌军陆军司令。同年8月23号，瑟尔斯基正式晋升上将。2021年，随着俄军开始在边境集结，大战一触即发。时任总统的泽连斯基开始寻找一位思想更开明，同时了解东西方军事思想的指挥官，以取代时任乌武装部的总司令，但深受苏联军事学说影响的鲁斯兰·霍姆恰克。当时呢，瑟尔斯基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上将军衔、资历、威望和能力样样拔尖。但是瑟尔斯基考虑到自己是俄罗斯人，虽然已经在顿巴斯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但依然认为由自己出任总司令并不合适。随后呢，便向泽连斯基推荐了当时只是少将的瓦列里·扎卢日内。2022年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俄军部队直扑乌克兰首都基辅。这令乌克兰的决策层大为震惊。虽然此前呢并没有预判到这一点，但在短时间内，乌克兰决策层便完成了分工，由扎卢日内负责统筹全国的军事行动，而瑟尔斯基则负责保卫首都基辅，让其闻名于世的基辅保卫战开始了。2022年2月24号，俄军开始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闪电战。当时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认为基辅保不住了。就连一些美国军事专家也悲观地认为，96小时后乌克兰将会全境沦陷。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在位列全球军力榜第2的俄罗斯面前，乌克兰不堪一击。确实，从军力方面来看，当时的乌军呢完全处于劣势。战争爆发前只有不到20万人的正规军，再加上战争爆发时，由于此前顿巴斯区域8年来一直战事不断，乌军几乎将全部的机动部队都部署在了那里。剩余部队还分散在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这就导致当时俄军突袭基辅时，乌克兰首都防卫圈内，乌军能机动的部队竟然只有1个旅。危机时刻，瑟尔斯基上将却站了出来。基于在顿巴斯区域多年的实战经验，瑟尔斯基意识到，如果用以往苏联的战法对付俄军，乌克兰显然会非常吃亏。毕竟双方打法相似，但俄军规模和实力更具优势。要知道，此时俄第35装甲集团军已经逼近了，该旅有7万名士兵、2100辆坦克以及5000辆装甲车。对于这支已经近在眼前的俄军装甲部队，瑟尔斯基的应对呢，堪称是神来之笔啊！首先，他知道自己要稳住局势，必须率先保住安东诺夫机场，防止俄军进一步增援乌克兰腹地。要知道，当时18架满载俄军士兵和武器的1276大型运输机，距离该机场仅有20分钟左右的航程了。如果乌军没有机长的控制权的话，那么俄军1星期内就可以攻陷乌克兰全境了。不过呢，当时俄军先头部队已经控制了安东诺夫机场，这种情况下，瑟尔斯基随即下令机场附近已经被打散的守军和基辅唯一能机动的45旅，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该机场。即使夺不回来，也要彻底毁掉它。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乌军才发起一些有组织的抵抗，最终成功夺回了安东诺夫机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在2月24号当天，俄第35集团军
日行近110公里，按照原计划到达了指定位置，其先锋部队距离基辅仅有20公里。如果让这个坦克车队开进基辅，后果不堪设想。斯尔斯基随即下达了3条命令：第一，让位于白俄罗斯边境的游击队反复破坏边境的铁路线，阻碍俄军的铁路运输补给；第二，让手中极其有限的部队离开基辅，前进到边境一线，炸毁越境的高速公路，后续一直保持对高速公路的毁坏状态；第三，将那些极其有限的野战部队给拆散，组成多个连排级的战斗小组，不断地袭扰俄第35集团军的车队，主要对象不是坦克本身，而是运送油料的补给车。期间呢，炸毁了关键道路的桥梁，使得俄军重型车辆无法渡河。俄军工兵花费时间搭建浮桥，很快又被炸毁。随着补给路线被不断的骚扰和破坏，通往基辅的道路上形成了长达60公里的补给车队长龙。从这3件事当中呢，大家应该能看到，斯尔斯基上将打的就是后勤战，直接将俄军整个西线战场的坦克军团困在了公路上整整15天。基辅保卫战就此进入了僵持阶段。除了上述命令，在乌白边境和基辅之间的路线上，当时也到处都是四散奔逃的乌军士兵。后续在斯尔斯基的严令下，基辅国防教育和培训中心的教官们被派去那里收冷残部，并且还给各独立作战单位的指挥官下达了在区域范围内作战无需请示的命令。因此，后来的乌克兰战场上便出现了几十名乌军组成的小分队，或者几人、10几人的小组。期间呢，使用肩扛手提式的武器，配合无人机，依靠星链技术和设在乌克兰西部城市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对俄军坦克、直升机以及作战部队展开了伏击，令俄军损失惨重，头疼不已，极大地减缓了俄军进攻的步伐。之后，随着伊尔平拉锯战的胜利，俄军彻底失去了在第一时间控制乌克兰首都的可能性。再加上后续在马卡里夫，乌军成功伏击了俄军装甲部队，并突袭了第35集团军一个指挥所，导致俄军一名高级将领阵亡。此时，俄军已经没有可能实现对基辅的包围了，更谈不上夺取城市了。基辅保下来了，斯尔斯基上将是一战成名。之后到了2022年中下旬，斯尔斯基上将不再满足守势，开始策划对俄军的一场大规模进攻。其实这场战役呢，也是斯尔斯基上将一手策划的。后续据说由于他的这次反攻行动计划太过大胆，一开始泽连斯基担心乌军兵力太少，可能会偷鸡不成蚀把米，但是斯尔斯基还是成功的说服了包括泽连斯基、国防部长列斯尼科夫在内的高层，这才上演了俄乌战争中最成功的一次反击战。俗话说，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哈尔科夫反击战便是乌克兰创造出来的机会。由于军力和战争潜力的巨大差距，当时乌军只能依靠北约国家的援助来抵御俄军的进攻，也就是说，乌军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一场具备一定规模的反攻。但是为了不让北约各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失去耐心和信心，乌军又必须在正面战场上有所作为，因此乌克兰完美应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从2022年7月份开始，乌克兰方面从泽连斯基到总统顾问团成员，再到军事专家和乌军高层，都开始向外释放出大反攻的信息。到了8月中旬，乌军开始对第聂伯河上的桥梁、赫尔松区域、俄守军的仓库等后勤补给通道和物资进行轰炸，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进一步营造了乌军将对赫尔松地区发动进攻的舆论导向。8月下旬，乌军按照计划开始对赫尔松俄控地区发起有规模成建制的进攻。当时外界普遍认为乌军的收复战正式打响，但这一轮攻击却并不顺利。按照俄军的说法，在短短几十个小时的战斗中，乌军就有1200人伤亡，100多辆坦克、装甲车和其他武器被摧毁。此时呢，外界关注的基本都是双方的战损情况，以及嘲讽乌军的进攻能力。岂不知，为了保住赫尔松地区，俄军已经开始将顿巴斯地区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悄悄调到了赫尔松战线上。进攻受挫后，乌军并没有停止的意思。一方面，乌克兰政界和军界高层按计划继续释放着坚持进攻的信号；另一方面呢，乌军在9月初再次对赫尔松发起了进攻，俄军自然是全力以赴阻挡乌军的攻势。期间，9月2号，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还在电话会议上宣布，
乌军对赫尔松和其他方向的进攻均遭受重创。显而易见，对于乌军8月底和9月初的进攻，包括俄军在内的人们产生了2个印象：一是乌军的主攻方向是赫尔松地区，二是乌军的反攻能力也就这样了，没有发动一场大规模性战役的力量。基于这个判断，俄军终于上当了，开始将哈尔科夫附近的部队调往了赫尔松前线，包括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而哈尔科夫州南部只留下了少量部队。乌克兰得知这一消息后呢，斯尔斯基随即进行了部署，为了躲避俄军侦察，通过将部队打散，以连为单位，从小路把数万部队和装备送往了哈尔科夫前线。时间来到9月6号，乌军突然向哈尔科夫地区的俄控区发动了猛烈且迅速的进攻，在远程炮火向俄军及亲俄武装阵地倾泻炮弹的同时，数倍于俄15军的乌军部队向库皮扬斯克、伊久姆、巴拉克列亚等战略重镇快速推进。按照当时哈尔科夫地区俄任命的行政机构负责人维塔利·甘切夫的说法，在对当地的进攻中，乌军投入了8倍于俄守军和亲俄武装的兵力，最终俄军不敌，只能仓皇撤退。短短5天，乌军就收复了包括交通枢纽伊久姆和库皮扬斯克在内的500多个定居点，以及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了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军进行的第一次战役级别的进攻。这次大胜呢，极大鼓舞了乌克兰和北约的士气，随即北约各国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哈尔科夫大捷之后呢，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亚历山大·斯尔斯基上将，称其是比3军总司令扎卢日内更好的战略家。而随着今年2月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命令，解除了爱德华·莫斯卡廖夫联合行动部队司令的职务，将来可能会由斯尔斯基上将担任。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指出。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之后大兵会为各位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